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就是我。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十几双眼睛注视着站在长桌两端的两个人，一个西装革履，满脸怒容；一个神色平静，嘴角带着若有似无的微笑。桌上摊开的合同文件印着醒目的数字1200万。董事长紧皱眉头，手指轻敲桌面，其他高管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出声。这场较量的结果将改写整个公司的命运，而引发这一切的竟是一个在公司里默默无闻3年的员工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年前的夏天，林峰第一次走进这栋写字楼，32岁，中等身材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看起来文质彬彬。人事部的小刘带他参观公司，介绍各个部门的情况。这是我们销售部，业绩全公司最好的部门。小刘指着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说道，部门经理是赵强，在公司干了8年，手底下管着20多号人。林峰透过玻璃门看进去，一个40出头的中年男人正在训话，声音很大，其他员工都低着头不敢出声。他就是赵强，对，人挺厉害的，去年一个人就谈成了3000多万的业务。小刘压低声音，不过脾气有点，你懂的。办公室里的赵强注意到了门口的2人，走了过来。新来的，他上下打量着林峰。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复旦。林峰简单回答。复旦。赵强挑了挑眉毛，那学历不低啊，不过做销售，学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不能出业绩。他拍了拍林峰的肩膀，小伙子，这行不好干，能坚持下来的没几个。林峰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入职后的第1个月，林峰被分配了几个小客户，都是一些零散的订单，几万块钱的那种。他每天按时上下班，认真完成工作，话不多，也不主动和同事们打交道。这个新人有点奇怪。办公室里，几个老员工在议论，每天就是埋头干活，也不和大家聊天，可能是性格内向吧。内向的人做不好销售，我看他坚持不了多久。赵强经过时听到了这些话，冷笑一声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以为拿个大学文凭就了不起了。销售这行靠的是嘴皮子和人情世故，不是书本知识。3个月过去了，林峰的业绩确实不算突出，每个月完成的订单金额都在部门倒数几名，但也没有垫底。他依然保持着那种不温不火的工作状态。林峰，过来一下。赵强在办公室里叫他。林峰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走了过去。最近怎么样？适应公司了吗？这强坐在椅子上，翘着2郎腿。还行，业绩有点不太理想啊。赵强翻了翻报表，3个月了，总共才签了不到50万的订单。你看看小张，人家入职才2个月，已经签了80万了。林峰没有辩解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我不是要为难你。赵强的语气缓和了一些，但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，用业绩说话。公司花钱请你来，不是让你混日子的。我明白，那就好。最近有几个新的客户线索，我分给你几个，好好把握住机会。离开赵强的办公室后，林峰回到自己的工位上。同桌的小王悄悄问，赵经理找你干什么？安排新客户。哦，那挺好的，不过你要小心点。赵经理对业绩要求很严格，去年有个同事就是因为连续几个月没完成指标，被辞退了。林峰点点头，打开电脑开始查看新分配的客户资料。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1年多，林峰就像一个透明人，在公司里存在感很低，同事们偶尔会想起他，更多时候是把他当作背景。赵强也基本不怎么管他了，反正每个月的基础指标能完成就行。直到第3年的春天，一切都变了。那天下午，林峰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请问是林峰林先生吗？电话里是个女生。是的，请问您是？我是华泰科技的采购部经理李梅，听朋友介绍说你们公司的产品不错，想了解一下合作的可能性。华泰科技，林峰在心里快速检索着这个公司的信息，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一家大型的制造企业，年营收超过10亿。当然可以，请问您方便的话，我们可以安排时间详细沟通一下。好的，那明天下午2点，我们公司见面谈吧。挂断电话后，林峰立刻开始准备资料。华泰科技的体量，如果真的有合作意向，订单金额绝对不会小。第2天下午，林峰准时出现在华泰科技的办公楼里。李梅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干练精明。她仔细翻看着林峰带来的产品介绍和报价单。你们公司的技术实力怎么样？我们有专门的研发团队，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10多年。林峰详细介绍着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成功案例。价格方面呢，我们的报价在市场上是很有竞争力的，而且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调整。李梅点点头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准备一个详细的方案，包括技术规格、价格和交付时间。如果合适的话，我们打算采购一批设备，预算大概在1000万左右。1000万，林峰心里一震，但表面上依然保持冷静。好的，我会尽快准备方案给您。回到公司后，林峰立刻投入到方案的准备中。他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，对比了竞争对手的产品，制定了最优的配置方案。3天后，他再次来到华泰科技。你的方案我看了，很专业。李梅满意的点头，技术参数和我们的需求很匹配，价格也在预算范围内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签合同？别急，还有一个程序。李梅笑了笑，我需要把你推荐给我们的总经理，最终决定还是他来做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又过了1周，林峰见到了华泰科技的总经理张总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张总看起来很年轻，大概35、6岁的样子。林先生是吧？张总握手的时候，仔细看了看林峰的脸。你看起来有点眼熟啊。林峰心里一动，但没有表现出来，可能是在什么场合见过吧，也许吧。张总笑了笑，李经理把你的方案给我看了，确实不错。我们公司正在扩大生产规模，需要这批设备。那太好了，不过我有个要求。张总顿了顿，这个项目比较急，我希望能在1个月内完成交付，你们能做到吗？这确实是个挑战，但林峰知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需要和公司的生产部门确认一下，但我会尽力协调。那好，你回去确认后给我答复，如果能保证时间，我们就签合同。回到公司，林峰直奔生产部，1个月交付1000万的设备。生产经理老陈皱着眉头，这个时间有点紧啊，有什么困难吗？主要是原材料的采购周期，还有生产排期的问题。老陈翻了翻生产计划表，不过如果优先安排的话，应该能赶出来。那太好了，我马上给客户答复。林峰兴奋地回到办公室，拿起电话准备联系张总。这时赵强从外面回来了。林峰，你刚才去生产部干什么？
有个客户要下单，我去确认一下交付时间。什么单子？多少钱？赵强的语气里带着质疑。华泰科技，大概1000万左右。赵强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。1000万？林峰，你没发烧吧？华泰科技我知道，确实是大公司，但他们怎么可能找你下这么大的单子？办公室里其他同事也都看了过来。是真的，我已经和他们谈了好几轮了。林峰解释道。林峰啊，林峰！赵强摇摇头。你一个在公司3年都没签过大单的闲人，突然说要拿下1000万订单，你觉得我们会信吗？闲人这个词让林峰的眼神变了一下，但他没有争辩。要不这样，赵强倚在林峰的桌子上，如果你真的能签下这个单子，我当着全办公室的人给你道歉，但如果签不下来，你就别在这里做白日梦了。林峰看着赵强，平静地说：好。接下来的1周，林峰频繁往返于华泰科技，处理合同的各种细节、技术规格、价格条款、交付方式、售后服务，每一项都要反复确认。林先生很专业啊。李梅对身边的助理说，和那些只会吹牛的销售完全不一样。是的，他对产品的了解程度，连我们的技术人员都佩服。终于，合同签署的日子到了。那天上午，华泰科技的采购团队来到了林峰的公司，张总、李梅，还有几个技术人员和财务人员。欢迎欢迎！公司的高管们都出动了，董事长王总亲自接待，赵强也在场，但他的表情有些复杂。当看到华泰科技的人真的来签合同时，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这是我们的销售代表林峰，王总介绍道。林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张总和林峰握手，眼神中似乎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合同签署很顺利，1200万的订单，创下了公司单笔订单的新纪录。林先生，合作愉快。张总最后和林峰握手时说。林峰微笑着回应，彼此彼此。庆祝会上，所有人都围着林峰。林峰，太厉害了，1200万啊，这得拿多少提成？以后可要请客吃饭啊。赵强坐在角落里，脸色阴沉，他举起酒杯，勉强挤出笑容。林峰，恭喜你，看来是我看走眼了。赵经理客气了。林峰也举起杯子，不过说实话，赵强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一些，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你说你一个平时默默无闻的人，怎么突然就能拿下这么大的单子？该不会是走了什么后门吧？现场的气氛突然安静下来。后门？林峰看着赵强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好奇而已。赵强端起酒杯，来，大家继续庆祝。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，这只是风暴的前奏。果然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赵强开始处处为难林峰。先是在工作分配上动手脚。本来林峰手里有几个正在跟进的潜在客户，赵强以华泰科技项目需要专人负责为理由，把那些客户都转给了其他同事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好华泰科技的项目执行，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了。这明显是在限制林峰的业务发展。没有新的客户线索，就意味着没有新的业绩，然后是在日常工作中挑刺。林峰，华泰科技那边的设备检测报告呢？今天下午才能出来。我已经催了好几次了。催？你不会亲自去检测中心盯着吗？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你就靠催？好，我马上去。还有，客户那边的安装计划确定了吗？正在和生产部门协调，协调到什么时候？林峰，
我发现你做事情太拖拉了，大单子不是这么管理的。类似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。赵强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训斥林峰，而且都是在办公室里当着其他人的面。看来拿了大单也不见得是好事啊。有同事私下议论，赵经理这是吃醋了吧？嘘，小声点，被听到就麻烦了。最让林峰难堪的是在月度总结会上，接下来请林峰汇报一下华泰科技项目的进展情况。赵强故意用很大的声音说道。林峰站起来，简单汇报了项目的执行进度。设备生产完成了 80%， 预计下周可以交付。客户那边的安装准备工作也在同步进行。下周？赵强打断了他，不是说这个月底交付吗？怎么推迟了？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，需要额外的调试时间。技术问题？什么技术问题？你作为项目负责人，连这种基本情况都掌握不清楚吗？林峰解释道，是原材料的批次差异导致的加工精度偏差，已经重新调整了工艺参数。重新调整工艺？赵强的声音更大了。林峰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成本增加，交期延误，客户投诉，这些问题你考虑过吗？我已经和客户沟通过了，他们表示理解。理解？客户说理解你就信了？林峰，我看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做销售不能只看眼前的签约，后续的执行更重要。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都低着头，不敢看林峰。还有一点，赵强继续说道，我注意到这个项目的毛利率比我们平常的项目低了不少。林峰，你是不是为了拿下这个单子，给客户的优惠太多了？这个问题很尖锐。确实，为了确保合作成功，林峰在价格上做了一些让步，价格是在公司允许的范围内，而且考虑到这是大客户，对公司的品牌价值很大。品牌价值？赵强冷笑一声，林峰，公司是要盈利的，不是做慈善，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啊。会后，几个同事安慰林峰，别往心里去，赵经理就是这样。是啊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但林峰知道，这些安慰解决不了问题。赵强的敌意越来越明显，而且开始影响到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。更严重的是，赵强开始在公司的其他高管面前说林峰的坏话。王总，关于林峰的情况，我觉得有必要和您汇报一下。什么情况？董事长王总抬起头，华泰科技这个项目虽然金额很大，但是执行过程中问题不断，交期延误，成本超支，客户抱怨，我担心会影响公司的声誉。是吗？具体什么问题？主要是林峰的项目管理能力不足，他可能适合做一些小订单，但是这种大项目确实有点超出他的能力范围。王总若有所思，那你的建议是？我觉得应该安排有经验的人协助他，或者直接把项目转交给其他人负责。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林峰耳朵里。小林，你要小心啊！生产部的老陈私下提醒他，听说赵经理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坏话。说什么？就是项目管理的问题，还有你的工作能力，反正不是什么好话。林峰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但他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对策。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个星期后。那天下午，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，宣布第3季度的业绩情况。今年第3季度，我们公司的总营收创下了历史新高。王总在台上宣布，这主要归功于销售部门的出色表现。掌声响起，特别是华泰科技的这个项目，
1200万的订单额，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的最大单笔订单。所有人都朝林峰看过去。接下来，请销售部经理赵强汇报一下部门的具体情况。赵强走上台，开始他的汇报。第3季度，我们销售部总共签约了15个项目，总金额3600万元，其中华泰科技项目占比较大。他顿了一下，然后说：不过我要说明一点，虽然华泰科技这个项目金额很大，但是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。项目负责人林峰同志在项目管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。台下开始有窃窃私语。当然，赵强继续说道，林峰同志能够签下这个订单，也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。毕竟华泰科技主动联系我们，而且价格要求不高，说明对方确实急需我们的产品。运气成分这4个字让现场的气氛变得微妙。总的来说，赵强总结道，这个季度的业绩是可喜的，但我们不能因为1、2个偶然的大订单就骄傲自满。做销售还是要靠实力，靠努力，而不是靠运气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特意看了一眼台下的林峰。有些同志平时表现一般，偶尔走一次运，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，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这话几乎就是直接针对林峰了。会议结束后，林峰被同事们包围了。赵经理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吧？什么叫运气？人家林峰是靠实力签下来的，就是项目执行过程中有些问题也正常啊，哪有项目是一帆风顺的？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。不过赵经理说的也有道理，林峰平时确实表现一般，可能真的是运气好吧。林峰听着这些议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晚上回到家，他坐在书桌前，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。3年来，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一些东西。但现在看来，有些人永远不会给他公平的机会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是我。哟，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。电话里传来熟悉的声音。别开玩笑了，我想和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关于华泰科技那个项目。第2天一早，林峰照常来到公司，但他的心情和往常不同，眼神中多了一丝坚定。上午10点，他接到了董事长秘书的电话。林先生，王总想见您一下，方便的话现在就过来吧。林峰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走向董事长办公室。路过销售部的时候，赵强叫住了他。林峰，王总找你干什么？不清楚，可能是华泰科技项目的事情。那你小心点，别说错话。赵强的语气里带着警告。林峰没有回答，继续向前走。董事长办公室里，王总正在看文件。小林，坐吧。王总放下手里的文件。华泰科技那个项目怎么样了？设备已经交付完成，客户很满意。那就好。王总点点头。听说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。林峰知道这是赵强告状的结果，确实有一些技术调试的问题，但都解决了。王总看了他一眼。小林，你在公司3年了吧？是的。感觉怎么样？适应吗？还好。王总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小林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我们公司的管理怎么样？这个问题有些突兀。林峰想了想，回答道，总体来说还不错，但可能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。比如人员管理方面，有时候可能不够公平。王总眯起眼睛，具体指什么？林峰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说了实话。
有些管理者可能存在个人情绪影响工作判断的情况。你是指赵强？林峰没有否认。王总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改进？我觉得应该建立更加客观的评价体系，不能因为个人好恶影响对员工的判断。说得很好。王总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小林，你有没有想过换个工作环境？林峰心里一震。王总的意思是，我是说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吗？我愿意。王总转过身来，看着林峰。那好，我正在考虑对销售部的管理架构进行一些调整，过段时间可能会需要你的配合。没问题，那你先回去吧，继续做好手头的工作。林峰离开董事长办公室后，心情复杂。王总的话让他意识到，可能真的到了摊牌的时候了。下午的时候，华泰科技的李梅打来电话：林先生，设备运行得很好，我们老板很满意。那太好了。对了，张总让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有时间？他想请你吃个饭，随时都可以。那今天晚上怎么样？好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林峰看了看表，下午5点。他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。这么早就下班啊？赵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。华泰科技那边有个会议需要参加。会议？什么会议？关于后续合作的讨论。赵强皱了皱眉头。后续合作？你没有告诉我啊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应该先汇报。还在初步接触阶段，等确定了再汇报。林峰，你这样做不对。赵强的声音提高了。你是销售部的员工，所有的客户活动都应该通过我来安排。办公室里其他人都看了过来。我知道，只是一个简单的客户维护。客户维护也需要汇报。赵强显然有些激动。林峰，你最近的工作态度让我很不满意，拿了一个大单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林峰停下收拾文件的动作，直视赵强。赵经理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赵强双手叉腰，平时在公司里当闲人，偶然走运签了个单子，就开始摆谱了。闲人。林峰的声音也提高了。赵经理，我觉得您这个词用的不太合适。不合适吗？赵强冷笑一声。林峰，你来公司3年，前面2年多签了多少单子？几十万，还不够我1个月的业绩。现在偶然拿了个大单，就以为自己是销售精英了。办公室里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都不敢出声。如果说我是闲人，林峰平静地说道，那么请问赵经理，您觉得什么样的人不是闲人？什么样的人？当然是有真本事的人。赵强声音更大了。不靠运气，不靠关系，靠自己的实力，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人。关系。林峰抓住了这个词。您觉得我是靠关系拿下华泰科技的订单，难道不是吗？赵强冷笑。华泰科技的张总那么年轻，看你的眼神就不对。还有那个李梅主动打电话给你，这些都是巧合。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赵经理，您这是在质疑我的人品。林峰的声音变得冰冷。我没有质疑你的人品，我只是实事求是。赵强毫不退让。林峰，你有本事就凭实力再拿几个大单试试看，别以为一个华泰科技就能说明什么。就在这时，董事长王总出现在办公室门口。怎么这么热闹？王总的声音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王总。赵强连忙上前。没什么，就是工作上的一些讨论。王总看了看林峰，再看看赵强。我在办公室里都听到了。赵强，
你刚才说什么关系？什么实力？赵强脸色有些难看。王总，我是在教育林峰，让他保持谦虚的心态。教育？王总走进办公室。赵强，我想你可能误会了什么。误会？王总看着林峰。小林，华泰科技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吗？林峰点点头。张总想谈后续的合作。那很好啊。王总转向赵强。赵强，客户有进一步合作的意向，这是好事。你为什么不支持？我不是不支持，我只是觉得。觉得什么？王总的语气变得严肃。觉得林峰拿下这个订单是靠关系，靠运气。赵强被问住了。赵强，我想我们需要开个会，好好谈谈。王总说道。通知所有的高管，半小时后在会议室集合。王总，还有。王总看着林峰。林峰，你也参加。半小时后，公司的主要高管都聚集在会议室里，销售总监、财务总监、生产总监、人事总监，还有赵强和林峰。林峰，王总转向林峰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林峰站起来，环视了一圈会议室里的所有人，最后目光停留在赵强身上。王总，各位领导，我想说几句话。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所有人都注视着站在那里的林峰，等待着他的话语。赵强紧张地握紧了拳头，额头上开始冒汗，其他高管们也都屏住了呼吸。他们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会改变很多事情。关于华泰科技这个项目，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澄清一些事实。林峰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。首先，关于我是否靠关系拿下这个订单，他顿了一下，看向赵强。赵经理说的没错，我和华泰科技的张总确实认识。赵强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但是林峰继续说道，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张总之所以会选择我们公司，不是因为我们是朋友，而是因为……他停顿了几秒钟，会议室里安静的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。林峰深吸一口气，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测试这个公司到底是否值得我继续待下去，测试这里的管理层是否真正具备识人用人的能力。赵强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……林峰转向董事长王总，爸，我觉得是时候让大家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会议室里爆发出一片哗然声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林峰，再看看董事长王总。爸，赵强的声音都变了调。你是王总的儿子？林峰点点头。3年前，我瞒着身份进入公司，就是想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。现在我可以确定地说，我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一切。那么，林峰接下来会说什么？这个千万订单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3年来他在公司里究竟观察到了什么？而他的这个决定又会给公司带来怎样的震动？3年了。林峰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整整3年，我以普通员工的身份在这里工作、观察、学习。王总缓缓点头，对其他人说：“没错，林峰是我的儿子。3年前，他从美国留学回来，我让他用化名进入公司历练。这怎么可能？”赵强的声音在颤抖。如果他是王总的儿子，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？因为我想看看这个公司的真实面貌。林峰看着赵强，我想知道，如果没有王总儿子这个标签，我在这里会受到怎样的对待？销售总监忍不住问道。
那华泰科技的订单。华泰科技的张总确实是我大学同学，但这个订单并不是假的。林峰解释道，张磊的公司确实需要这批设备，我们只是把真实的商业需求包装成了一个测试。测试什么？人事总监问道。林峰环视了一圈，最后目光停留在赵强身上，测试这个公司的管理层是否真正具备识人用人的能力，测试这里的企业文化是否健康。他走到会议桌前，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。3年来，我记录了很多东西，赵经理对普通员工的态度，对业绩的偏执，对权力的滥用。赵强的脸色已经完全没有血色。你在监视我？不是监视，是观察。林峰纠正道，作为未来可能接管这个公司的人，我有责任了解公司的每一个角落，包括管理层的真实素质。王总插话道，林峰在美国学的是工商管理，毕业后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2年，他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评判我们公司的管理水平。那您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财务总监不解地问。因为我需要培养接班人。王总的话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我今年58岁了，迟早要退休，公司的未来需要交给下一代，但我不希望仅仅因为血缘关系就把公司交给不合适的人。林峰接着说，这3年，我不仅在学习业务，更在观察公司的管理问题。赵经理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什么例子？王总问道。管理层缺乏公正性，习惯于根据个人喜好评判员工，对待普通员工缺乏基本的尊重，业绩至上的文化掩盖了很多管理问题。林峰一项一项地列举着。赵强终于忍不住了，就算你是王总的儿子，你也不能这样污蔑我。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8年，业绩一直很好，业绩好不代表管理能力强。林峰冷静地回应，赵经理，这3年来，你对我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对你的态度怎么了？从第1天开始，你就认定我不适合做销售，不是因为我的能力，而是因为我不符合你对销售人才的刻板印象。林峰顿了一下，这3年来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能找到批评的理由，那是因为你的业绩，我的业绩。林峰打断了他，赵经理，您真的以为我这3年的业绩不好是因为能力问题吗？王总也看向林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故意控制自己的业绩表现，保持在中等偏下的水平。林峰的话让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因为我想看看，在没有显著业绩的情况下，我会受到怎样的对待。你故意的？赵强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些我没有拿下的订单，其实有很多都是可以成交的，但我故意在最后阶段放弃了。林峰说道，我需要这样的数据来判断公司的管理文化。财务总监问道，那你为什么现在要拿下华泰科技的订单？因为我觉得测试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。林峰看向王总，我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拿下大单，同时也要看看赵经理面对这种情况会如何反应。结果如何？王总问道。结果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，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认可，反而被说成是靠关系、靠运气的闲人。林峰的声音带着一丝讽刺，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管理文化。赵强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都瘫软了。他意识到自己这3年来的所有表现都被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记录在案。那么王总看着林峰，你的结论是什么？我的结论是，这个公司需要进行全面的管理改革。
林峰走到会议室的白板前，不仅是人员的调整，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改变。他在白板上写下几个词：尊重、公正、专业、创新。这应该是我们公司文化的核心价值观，但现在我们距离这些还很远。你的建议是？王总问道。第一，建立更加公正透明的绩效评估体系，不能再让个人情绪影响对员工的判断。第二，加强管理层的培训，特别是在人员管理方面，管理者不仅要有业务能力，更要有管理素养。第三，改变过度强调业绩的单一文化，建立更加全面的评价标准。第四，加强员工权益保护，建立有效的投诉和反馈机制。林峰说完后，会议室里一片沉寂。过了很久，王总才开口：“你说得很对，看来这3年的历练没有白费。”他转向赵强：“赵强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赵强低着头，很久没有说话。最后，他抬起头，看着林峰：“我承认我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但是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你的身份，如果我告诉你我的身份，你还会表现出真实的自己吗？”林峰反问道。赵经理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，而不是根据身份背景区别对待。王总点头，林峰说得对。赵强，你这8年来的业绩确实不错，但管理能力确实有待提高。那么，销售总监小心翼翼地问道，接下来公司会有什么变化？王总看向林峰，这个问题，我想让林峰来回答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林峰身上。首先，我会正式以王总儿子的身份回到公司，担任销售部副总经理，协助进行部门改革。林峰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意识到变化即将到来。赵经理，林峰看向赵强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合作，共同改进部门的管理水平。赵强苦笑一声，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当然有。林峰认真地说，我不会因为个人恩怨影响工作判断。如果您愿意改变管理方式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好的合作。王总满意的点头，很好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林峰将担任销售部副总经理，负责部门的管理改革工作。1个月后，公司发生了很多变化。林峰正式上任销售部副总经理后，立即着手实施改革措施。首先是建立了新的绩效评估体系，不仅看业绩数字，还要考察员工的专业能力、团队合作、客户服务等多个维度。林总，新的评估体系大家反应很好。人事总监在周例会上汇报，员工满意度调查显示，90%的员工认为新制度更加公平。这只是开始，林峰说道。制度建立容易，关键是要确保执行到位。更重要的变化是管理层的态度转变。赵强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不适应后，开始主动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。小王，你上个月的客户跟进情况怎么样？赵强在和下属谈话时，语气比以前缓和了很多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吗？赵经理，有个客户的技术要求比较复杂，我担心自己处理不好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研究一下，有问题及时沟通，不要自己硬撑。这样的变化让销售部的氛围变得轻松了很多。员工们不再担心因为业绩不好而被无理训斥，而是更加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。林峰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很欣慰，这才是他想要看到的团队氛围。半年后，公司召开年度总结大会，
今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很重要的一年。王总在台上总结，我们不仅在业绩上创造了新的纪录，更重要的是在管理文化上实现了转型。台下掌声雷动，销售部在林峰副总经理的领导下，不仅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的120%，还在管理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王总继续说道，员工满意度、客户满意度都创下了新高。赵强坐在台下，心情复杂。他承认，这些变化确实让公司变得更好了。接下来，我宣布一个重要决定。王总的话让全场安静下来。经过董事会讨论，决定任命林峰为公司副总裁，全面负责销售和市场工作。又是一片掌声。同时，王总继续说道，赵强同志将担任销售部总经理，继续发挥他在业务方面的优势。这个安排让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，赵强也如释重负，他知道自己得到了第2次机会。会后，赵强找到林峰，林总，谢谢你给我机会。赵经理，我们是同事，应该互相支持。林峰伸出手，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合作，把公司做得更好。两人握手的那一刻，过去3年的恩恩怨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对了，赵强突然想起什么，华泰科技那个项目，你真的是故意控制业绩的？林峰笑了笑，其实也不完全是，刚开始确实是故意的，但后来我发现，低调做人，踏实做事也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式。那你为什么最后选择暴露身份？因为我觉得是时候了。林峰看向窗外，隐藏身份只是手段，最终目的是要让公司变得更好。如果一直隐藏下去，就失去了意义。赵强点点头，你做得对。说实话，这1年来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以前我总觉得管理就是控制，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管理是激发人的潜能，这就是成长。林峰说道，我们都在成长。1年后，林峰正式接任公司总经理职务，王总退居2线，担任董事长。在就职演讲中，林峰说，3年前，我以普通员工的身份进入这个公司，那时候的我对企业管理只有理论知识，缺乏实践经验。这3年来，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我学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团队合作，什么是相互尊重，什么是企业文化。我也看到了制度的力量，看到了改变的可能性。未来，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，建设一个更加公平、更加开放、更加有活力的企业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价值观，这个公司一定会走得更远。台下的掌声经久不息，赵强也在鼓掌。他想起了3年前那个被自己称为闲人的年轻人，现在看来，真正的闲人可能是他自己。散会后，小王走到林峰身边，林总，谢谢您这些年来的指导和帮助。客气什么？你的进步是靠自己的努力。林峰拍拍他的肩膀，继续加油。未来这个公司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才。夜晚，林峰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俯瞰着城市的夜景。3年的卧底生涯终于结束了，但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他拿出手机，给张磊发了条短信：兄弟，谢谢你的配合，华泰科技那个项目真的帮了我大忙。很快，张磊回复：客气什么，咱们是同学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这3年的表现确实让人佩服，能够放下身段，真正融入基层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只有真正了解公司的每一个角落，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。
林峰回复道：那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虽然挑战还很多，但我有信心把公司带向更好的未来。那就祝你成功吧，林总裁。林峰笑了笑，收起手机。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，就像他对公司未来的憧憬一样光明。3年的隐姓埋名，让他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企业文化，什么是人性管理。那个曾经嘲讽他是闲人的经理，现在已经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。那些曾经被忽视的普通员工，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这就是管理的真谛，不是控制，而是激发；不是命令，而是引导；不是等级，而是尊重。当年那个千万大单的作废，成就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蓝图。而这个故事，也许正是很多企业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的缩影。真正的成功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而是一个团队的合奏曲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